我刚抵达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虽然荷兰远在西欧，不过它却和新加坡以及很多亚洲国家有相同之处。首先，荷兰人口密度非常高，甚至在欧洲是高居榜首。另外，由于国土处于低海拔，因此境内有很多土地都是填海造陆而成的。如此低洼的地方，却在100多年前就吸引这么多的华人移居，而且至今人数仍然在增加。他们到底喜欢这里的什么呢？这趟来到荷兰，就要发现他们的答案。荷兰正式的国名是 Netherlands， 意思是低洼之地或者是低地国。直到现在，荷兰还有1/3的国土低于海平面，也有70%的国民生活在海平面之下。当地有句俗语：“上帝创造了世界，荷兰人创造了荷兰。”数千年来，与洪水的斗争激发了荷兰人的创造力。他们围海造田，利用风车抽水灌溉农田，也开凿运河，防卫国土，管理水资源和发展航运，再次显示了他们与水共生的智慧。大批华人落脚荷兰可以追溯到1911年，当时候荷兰为了应付大规模的船员罢工，招聘了很多的华人船员。可是华人一来到荷兰，就碰上了全球经济大萧条，于是他们只能够改行做小生意自救。最典型的就是卖花生糖和开中餐馆。此后100年间，荷兰陆续迎来了好几波华人移民潮，来自印度尼西亚、香港、苏里南、中国等地区的华人在这里组成了为数不少的华人社区。如今，荷兰华人已经繁衍至第4代，他们聚居在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海牙等主要城市。作为欧洲的发达小国，荷兰没有大城市的喧嚣浮华。首都阿姆斯特丹老城区，沿着河道的一排排砖块老屋，让人有如处在童话故事里。正中央的博物馆广场，则散发着浓浓的艺术气息。上博物馆欣赏大师的画作，或骑着脚车穿街走巷，就可悠闲地度过一天。如此惬意的生活，使它成为许多人心生向往的宜居城市。我出生在新加坡，之前在新加坡当一名中文老师。我的老公获取了在阿姆斯特丹当教授的职位。我们在2014年搬到荷兰来，因为呢，我们想保持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平衡。头上有什么？大便。郑凯文曾经在新加坡小学当过7年的中文老师，搬到荷兰后，他发现这里没有让小孩可以在玩乐中学习中文的学校，担心孩子会因此对母语失去兴趣，于是自己创办了一家中文学校，并通过各种有趣的互动方式教导中文。小朋友你看，现在变成液体了，好酷哦，对不对？自疫情爆发后，他转为线上教学，却万万没想到，远在荷兰的自己，竟成为了来自世界各地孩子的中文老师。数快一点好不好？鼹鼠。
移居之前，郑凯文和丈夫特地到荷兰好几个城市勘察，希望找到最理想的居住地。最终，他们决定在距离阿姆斯特丹半小时车程的西部城市哈勒姆落脚。你好，我是君伟。你好，我是凯文。很开心在这边碰到新加坡人。对，很高兴见到你。你本来是来自一个城市嘛，但你却选择来了一个比较有多大自然环境的地方。因为在这里呢，我们有时间跟小孩一起玩，有时间自己带大小孩。一个礼拜有多少时间跟孩子在大自然里头玩耍？几乎每天吧。哇，他们的学校就在那里，所以很方便。有时候接他们了之后呢，我就会骑着脚车，我们直接到沙丘去游泳。哦，太让人羡慕了。爬树。有的时候我们在城市里头生活，很难找到在大自然的户外空间。对。这样无忧无虑的童年，是郑凯文小时候在绘本上看过的。他很庆幸他的一对子女可以拥有这么一个美好的童年。Can you show me your school? Where is 你的 it? 学校在哪里？你指给我看。学校在那边。你踢过足球吗？你拼过拼图吗？我可以跟你一起玩跳棋吗？当年，郑凯文走出自己的舒适区，来到了人地生疏的新国度，展开全新的生活。当时，大女儿蕊蕊只有4个月大，初为人母的她，没有家人在旁，一切只能靠自己，很不容易。在这里呢，都是我一手包办，就是照顾孩子啊、打理家、清理家，也没有家人的帮助，这里也没有女佣，所以所有的事情都要自己来。对郑凯文来说，他最大的挑战其实是学习荷兰语，因为他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这个语言。你怎么跟本地人沟通？我有尝试用荷兰语跟他们沟通，可是他们回复的时候都是用英语回复。因为发现你的荷兰语真的是不行了。是，其实我的荷兰语是挺烂的。你现在学会多少？我听得懂，可是语法上面不会比本地人好。教我几句基本的荷兰语。Ik spreek niet zo goed Nederlands。哇，太长了这句。我说的荷兰语不是很好。这句好用，这句好用。对。怎么讲？怎么讲 Ik spreek niet zo goed Nederlands。Ik spreek niet zo goed Nederlands。郑凯文在一个传统的华人家庭长大，自己又曾经是小学教师。我本以为他会是一个严厉的虎妈，时时刻刻督促孩子，要求他们出类拔萃。但是和他2个孩子相处之后，我发觉他们似乎没有什么课业压力，是一对活泼快乐的小姐弟。荷兰的小孩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小孩，这是因为他们上学的时候没有压力，他们没有上补习班，他们考试的时候也是不告诉家长的，所以我没有办法给他们压力。可是你是在新加坡的教育制度底下长大的啊。是啊，所以对我来说我很不习惯。我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要信任老师，相信老师会把我小孩教好。你放得下吗？这个虎妈的鞭子。放不下也得放下。我觉得如果我是在新加坡带孩子的话，我会是一个不一样的妈妈。在荷兰的这些年，郑凯文一直努力平衡家庭和工作，一步步迈向他当初向往的理想生活。我是全职妈妈，也是全职老师。因为我教的是网课，所以我可以在家里教，然后呢，在上课之间可以去接小孩，带他们去外面玩，去不同的活动。之前教书的时候，我是天还没有亮就上班，天黑下班，所以是很忙。我没有想象之间可以就是带孩子到哪里去玩。来了荷兰之后，你觉得心态有没有什么改变？荷兰人他们觉得要成功的话，你必须要快乐。可是，在新加坡，大家都认为，如果你要快乐的话，你必须先成功。新加坡可能要追求5C，这边的 C 让我想到的是 contented， 对。虽然心态有了转变，郑凯文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根，他仍然热爱新加坡。
尤其是新加坡的美食，常常和孩子们一起下厨，介绍新加坡的饮食文化给他们认识。为了守住孩子们血脉里的华人特质，他也会庆祝传统节日，向他们灌输华人的传统习俗。大家吃，开动了，这鸡汤熬得很香。谢谢，这是我妈教我的，你哪里找的呢？这些食材？在新加坡带回来的。你每次回新加坡都会买一些食物回来吗？会买好多好多食物，药材啊，肉骨茶包。他们也很喜欢 bak kut teh。Is that your favorite Singaporean food？ 这里容易买到亚洲食物吗？我们就是为了去那个东方行 Chinese supermarket， 我们就特地买了一辆车。为了去 supermarket？ 对，因为太远了，骑不到啊。What do you usually get at the Asian supermarket? Everything, including durian sometimes. Durians? 对。You're a Singaporean, really? 你在家里头会很注重要让孩子了解华人的文化吗？对啊。因为呢，他们就是一半的华人，我不想他们有任何身份认同危机。过节日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们一起庆祝。比如说新年的时候啊，我们会布置整个家，我们会买新衣，也会包红包给他们。会。所以蕊蕊，我可以访问你吗？可以。你是什么人？新加坡人。恩呢？你是什么人？我是新加坡人。从新加坡搬到荷兰，凯文感觉上是变得宽阔许多，因为他在这里的生活方式很不一样。在新加坡，早出晚归，一天可能就要工作12个小时了。可是在这里，他学会怎么去平衡生活和工作，不管是当妈妈或是当老师，我觉得他都做得很好。每一天如果可以过得开心快乐，那不只是一种满足感，也是一种成就感。我问他，他对于自己成功的定义是什么？他觉得只要孩子快乐，他就快乐了。那也表示他也成功了，不是吗？你觉得你成功吗？Do I succeed as a mom？ 你觉得我成功吗？我觉得你成功。荷兰曾经是举世闻名的海上马车夫，凭着优越的航海技术，他在17世纪垄断了全球海上贸易。鼎盛时期，全球有超过1万艘挂着荷兰旗帜的船航行于大海上。纵使这个海上帝国神话早已落幕，但它至今依然是欧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17世纪，随着海上和经济实力的崛起，荷兰开始扩张领土，到处攻略城池，抢夺地盘，成为了全球殖民霸主。荷兰当时的势力遍及美洲、亚洲和非洲，甚至远至于南美洲的苏里南以及东南亚的印尼和马六甲，都是荷兰的殖民地。基于这样的历史渊源，1965年，当印度尼西亚爆发反共事件，华人携家带眷逃亡的主要目的地就是荷兰。抵达后，他们大多数以开设具有印尼特色的中餐馆为生，也就是当地俗称的中印餐馆。如今，这些印尼华人和他们的后代已经入籍荷兰，散居在各个城镇，完全融入在地社区，大多数已经不通晓中文。I was born in Indonesia. In 1966, me, my brother, and my parents moved to the Netherlands because of the hardship Chinese people were experiencing in Indonesia. 现年66岁的冯顺英，初到荷兰时只不过是个9岁的小女孩，一眨眼，她已经在这里度过了半个世纪。她的丈夫是荷兰人，2人育有1对儿女。
一家人居住在荷兰著名的大学城莱顿。Hi. Hello. You must be Suning. Yes, well, come in. you. Welcome. Wow, nice big living room. I see a lot of paintings on the wall. That one special meaning for the family. This one? Yeah, because of this gentleman, they call it the Pinda Chinees. In Dutch, it means a Chinese man selling peanuts. 原来在荷兰卖花生糖的华人小贩是一个时代的印记。二战前，全球经济大萧条，滞留当地的华人船员为了生存，只好制作家乡小吃花生糖，沿街兜售。那段艰苦的岁月，也成了当地华人的集体回忆。That's quite a story. 而冯顺英的父亲冯尧街，在1932年初到荷兰时，就曾经当过花生糖小贩。This is a certificate of my father. Wow, this is from 1923. This certificate is 100 years old. Yeah, it must have meant a lot to him. He had a long journey, but all the way he has taken it along with him. 冯尧街当年是最早抵达荷兰的华人先驱之一。初期，他以售卖花生糖为生，接着在哈勒姆开了当地第一家中餐馆。后来，顺英的爷爷过世，身为长子的他被召回印尼打理生意，之后并在那里娶妻生子。1966年，印尼局势动荡不安，他才举家移民过来。What was it like when you came to Holland from Indonesia? It took some time for me to adjust. The language is a challenge because it's a strange language, and the social interaction with your classmates is also strange. We had to go to Dutch school with Dutch children. Of course, everyone was nice, but you did not understand the custom. For example, celebration like Sinterklaas is a festival in Holland. You give presents to each other. So you didn't bring a present to school? I brought, but I think not in nice wrapping. You have to wrap it up, a very nice surprise thing. 来到荷兰后，父亲开餐馆，做回餐饮业。当时最难适应的是母亲，因为她除了需要学荷兰语，还得到餐馆帮忙。之前在印尼老家，母亲可是有佣人服侍的少奶奶。如今所有事都得亲力亲为，生活起了天翻地覆的转变。在冯顺英14岁那年，父亲过世，他和弟弟由母亲拉拔长大。This is my mother's certificate, a Chinese certificate for a Chinese girl in Indonesia. It has to do with the Dutch system. The Dutch has set up a schooling system actually for only the Dutch people and then something the upper class. And Chinese were not satisfied, so they set up their own system. And that's your mom's name? Chen Mulan. Yeah. Ah, hello, kom binnen. Kom maar binnen. Yeah. 冯顺英和弟弟的感情特别好，即使已经各自组织家庭，住在不同的城市，依然还会常常见面。两人虽然离开家乡时年纪还小，但从来就没有忘记自己的印尼华人身份。When my mother was still alive, we celebrate Chinese New Year, and I still continue to do this by going out for dinner with the family to a Chinese restaurant, and also giving the children hong baos. My children and the children of my brother have also Chinese names. For my son, it is Yu Ren, and for my daughter, it's Yu Mei. 位于荷兰西部，莱顿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城。大学时，冯顺英来到这里念药剂学，随后在此结婚，安家落户。有人说，要深入了解一个地方的生活文化，就应该到当地的市集走一趟。这一天，冯顺英就带我来到莱顿市政厅河道旁的露天市集逛逛。Have you tried this? No, I've not tried this before. You like to try this? Yeah. And how do I Okay. use it? And then up. Up. Do I bite? Yeah, like this. You're very Dutch now.
It's kind of sushi. Yeah. It's very fresh Yeah. and it's very sweet. 这类市集在荷兰很受欢迎，除了提供新鲜和传统手工食品之外，它也是邻里的情感联络站。冯顺英通常会在星期六和友人或丈夫一起逛市集，采购蔬果、坚果、乳酪等食品，然后在市集旁的咖啡座喝咖啡话家常。Do you have a preference for Western cuisine or Asian food? I like them both, but when I'm alone, I usually cook simple Chinese foods like steamed egg, steamed fish, fried vegetables. That is what I've learned to eat as a child. How long did it take you to get used to Dutch food? Quite a long time because my parents cook Chinese at home. But when I started to study, then other students also cook. Then you get acquainted to foreign kitchen. I like to show you this. It's an old spot of Leiden. It's nice. It's nice, yeah. And the Summer. view. Wow. Yeah, that's a nice spot to see all of Leiden. 位于市中心的莱顿古堡建于11世纪。13世纪初，荷兰女伯爵阿达曾在此避难。后来，居民在古堡周围兴建住家，使这座要塞失去了防御的功能，成为一个废弃的古迹。If you like to, we can also go there. Go up there? There. 闲暇时，冯顺英喜欢画植物。他在大学修读药剂学时，对植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毕业后，投身于和植物相关的行业。这座古堡是他常来写生的地方。他喜欢这里的古朴幽静。看他一脸安详的作画，年少所经历的跌宕起伏，似乎和古堡过去的纷纷扰扰一样，已随风而逝，成为了尘封的记忆。Have you been back to Indonesia? Yes, I've been back there 4 times. The first time with my husband, with our honeymoon, and then with the children and husband, and later on 2 reunions with my extended family. Do you see your ideology more Dutch or more Indonesian or more Chinese? I think in the first place I'm Dutch because I came as a child, but still I have Chinese roots. How much of Dutch are you and how much of Chinese are you? I would say 70 to 60% Dutch, and then just 30 to 40%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顺英喜欢植物，名字里头也有野草的意思。他在荷兰的经历，其实也就像种植在土地里头的植物一样，来到这里就无法逃跑。就算环境再恶劣，也必须要茁壮成长，适应环境。它让我意识到，在远方的华人文化，就像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就算是野草，只要有顽强的生命力，在恶劣的环境，任何的力量都扼杀不了。作为欧洲福利国家的典范，荷兰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制度。当地无论是教育、医疗还是养老等福利指数，都在全球排行榜上名列前茅。受惠于荷兰的养老制度，在这里的华人退休之后也可以生活得无忧无虑。在荷兰，65岁的退休人士可以领取各类政府还有企业的养老金，政府也会辅助各种住宿设施，其中老人公寓就是一种福利了。老人公寓一般都是设在一栋建筑大楼里，是集中照护年长者的一种方式。坐落在阿姆斯特丹市区附近的户外楼，则是由荷兰华人社团同乐社为当地华人自发建造的老人公寓。随着老一辈华人渐渐老去，当地华人意识到养老的重要性，秉持着老有所依、老有所居的观念，在荷兰各地设立老人住宅，让长辈们
可以在相互照应下安享晚年。我从中国出来，因家庭的因素，我就到苏里南去。我19岁在苏里南结婚，我的先生是苏里南第2代华侨。75年，因为苏里南独立，我们全家人移居到荷兰来。户外楼是一栋7层楼高的公寓，目前住着54户长者。Hello， 周 Hello, welcome you. Hi， 刘先生跟刘太太。对。你好，我是君伟。年过80的刘氏夫妇才搬进来5个月，是这里的新居民。现在带你们看看这个户外楼的社区，这里就是娱乐中心，里面是老人家在这里休闲的时候打麻将、聊天。这里是有一个厨房，所以在这边也可以泡咖啡，什么都可以。咖啡粉是自己带的呢，还是不是，是这里会供应的。These snacks and all the people pretty much you have to give them some snacks. That's a nice way of treating people. 这里是有这个冰柜、洗碗机、锅炉。喜庆的时候，这里可以摆几台，大家一起吃饭，一起开心。这边是理事会的名单。That's my first 老师 yeah. This is you. Yes. Oh, so you're the consultant. Yes, because they say I started this building, so I have to become an advisor. 是他开始嘛？这个。原来刘世如之前在同乐社担任主席长达25年。2021年才卸任。户外楼老人公寓就是他在任时积极推行的项目，难怪他们夫妇俩虽然才刚搬进来，却对所有的设施那么熟悉。因为这个疫情，每个人都出不到外面去。林先生弄这个乒乓波。居住在这里的长者，有些是膝下无子女。有些是子女工作忙碌不方便照顧，有些則是因為和子女有代溝，所以選擇居住在這裡。好好嘅運動啊！而且可以又喺室內。目前這裡的居民大多數是第1或第2代移民，由於不精通荷蘭語，彼此會以粵語、客家話或華語溝通。其中有不少人和劉氏夫婦一樣，是來自蘇里南的華僑。荷蘭很多華人來自蘇里南，這當中是有歷史原因的。蘇里南位於南美洲的北部，原本是荷蘭殖民地。1975年，蘇里南宣布獨立。很多在那裡的華人必須要做出一個重大的抉擇，要麼放棄荷蘭籍，要麼就來到荷蘭這裡繼續擁有荷蘭護照。權衡輕重之後，很多華人選擇了移居到荷蘭這裡，重新開始。請進來。好大的客廳。劉氏夫婦住在戶外樓3樓的一個單位，由於兩人年事已高，孩子也都成家立業。所以決定搬到這裡，和其他同鄉一起生活。這是蘇里南的國旗，這個是蘇里南的通常的房子。你在蘇里南也是住這樣的房子嗎？以前有住過它，我沒有住過。Dutch people it is very build Dutch a house style. like in Holland, right? but not anymore. 當初怎麼決定從蘇里南搬到荷蘭？因為蘇里南獨立，如果是你不來荷蘭的話，你的荷蘭護照是沒有用了。那個時候，我們還是沒有信心嘛。而且我們的兒女長大，中學畢業的以後，他們也是一定要到荷蘭來深造的。當時丈夫在蘇里南還有生意和物業，於是先由公公婆婆帶3個孩子過來，他們夫婦則奔走於兩地之間。1980年，
陈启长才正式定居荷兰。刚开始的时候有没有哪一方面比较难适应？我到这里荷兰来最不习惯就是天气啦，天气很冷，还有你到这里来你要学荷兰语，荷兰语也是不容易学。刘世如2年后也搬来荷兰，一家人终于团聚。What was your first impression when you arrived here? It was bigger for me. Suriname is a small population. Everybody speaks Dutch, so for me it was not so difficult because I can speak Dutch. For the other fellow Chinese, it was a little difficult. 你跟先生沟通用什么语言？我沟通是客家话啦，客家话你叫你先生什么？我觉得我跟孩子说他爸比，爸比，爸比哪里是客家话？你呢？How do you address her in Hakka? I call her mommy. 妈咪，爸比跟妈咪。这是你的地盘。对啊。平时你会煮一些什么？平时做饭就是很少机会，邻居很客气，常常也是拿东西给我们吃。Good neighbors. Yeah. That's why we came here. I know them from our organization, Thonglok. There we have about 500 Chinese members. 荷兰华人社团同乐社成立于1993年，以服务华人长者、推动敬老精神为宗旨，经常举办各种活动，丰富老人的生活。刘世如是社团的第2任主席。So you were very involved in the community. Yes, mostly for the people who came from Suriname. I guide them to the doctor, and when they have some problems, I translate things for them. I go to the doctor. 有冇人發覺咧？我哋今日有一個好英俊嘅男士，我可唔可以介紹下？大家好，早晨。好，早晨。咁我哋其實係一個團隊。在担任同乐社主席期间，刘世如积极筹划户外楼老人公寓项目。他网罗了各方的意见和支持后，进而参与大楼的设计和建造。花了10年的时间，户外楼在2009年正式开幕。除了居住单位，更设有公共空间，让老人家可以一起打发时间。每星期，教会的义工也会过来陪伴老人家玩游戏、唱歌、做手工等。住在这里的老人家生病的时候呢，也可以申请居家护理，请人来帮忙打扫，或者是有护士来照顾他们，所以他们都住得非常的安心。刘世如这些年来为荷兰华人社区所付出的心血，获得了荷兰社会的肯定。初到荷兰时，刘氏夫妇花了一段时间去调试，在安顿下来后，他们继而伸出援手，帮助更需要援助的同乡。如今，他们已经完全融入荷兰社会，成为当地的一份子，享受着荷兰的养老福利。当年奔走于两地的岁月，已经是过眼云烟。When you were building this place, did you imagine that you'd be living in this place? In the beginning, not yet. But some people actually for a house, so I give them. And now you're living here. Yeah, it's a full circle. House comes around. I'm doing nothing now. We get a pension. We live free. 我们没有要求很高，简简单单生活。我相信我是会在这里住到最后一刻的。通过刘氏夫妇，我既是了解到荷兰如何善待退休人士，还有年长者。你想想，知道说退休之后的生活没有问题，能够安心的过活，这不也是一种福气吗？1, 2, 3.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Henry. 刘太太她常常挂在嘴边，她说，在这里生活很开心，不后悔，而且她没有任何的遗憾。我也完全能够理解，他们过着的是安逸恬静的生活。在这栋楼里头，我看到了他们彼此的感情，我也看到了一种很让人安心的生活状态。户爱楼让我想到的是一个户爱空间，能够让他们欢度晚年。
Now I thank God that I reached this birthday, 88 years. 祝大家身體健康。安姆斯特丹唐人街是欧洲最早的华人聚集区。走在唐人街上，每一砖每一瓦，仿佛都在复述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华人先辈在远方砥砺求存的励志故事。他们移居的原因虽然不尽然相同，但对荷兰的憧憬却如此相似。50年代起，英国政府在香港推动都市和经济转型，导致新界居民赖以为生的渔农业式微衰退。大批的农民为了另寻出路，纷纷出走到英国和荷蘭，在中餐館工作。我叫宋國良，香港新界人。小時候，我父母聽荷蘭嘅親戚話，呢邊嘅生活不錯，加上香港嘅生活冇咁理想，所以就決定咗嚟荷蘭。嗰時我係9歲。足球是荷兰的国民运动，荷兰国家队是国际足球赛的常客，曾经获得1次欧洲锦标赛冠军，3次世界杯亚军。每逢国家队出席国际球赛时，举国上下都会进入疯狂的状态。荷兰人对足球的热爱蔓延到了华人社会里头。在70年代初期，很多在中餐馆工作的华人没有什么娱乐或者是消遣，于是都会凑在一起踢足球。员工的热爱获得了老板的鼎力支持，于是，在不同的城市形成了一支又一支的华人足球队，而当中的佼佼者又会凑在一起，形成了华人国家足球队。来自也热爱足球的香港。宋国良当年很快就淹没在这股足球狂潮里。来到荷兰2年后，他就参加足球队，与当地人一起踢足球。后来，他认识了同样来自香港的球友，加入了当地的华人足球队。1994年起，还担任荷兰华人足球队的队長，直到2000年才卸任。國良啊，係，君偉，你好，呢度就係個體育館，係啊，可以入去參觀嘅。可以㗎，我預備咗帶你入去㗎啦。这一天，我和宋国良约在阿姆斯特丹著名的足球俱乐部阿贾克斯的球场会面。这里培育出荷兰不少足球人才，如曾经率领荷兰队获得1974年世界杯亚军和1976年欧洲杯季军的足坛传奇约翰·克鲁伊夫。这个足球场很有规模，我可以感覺到荷蘭人對足球是很有熱情。係啊，荷蘭人對足球係好熱情啊！即係話有啲重要嘅比賽啦，佢哋就可以連工都唔返，就同老細請假。同埋有啲老細就話：今日荷蘭打波啦，你哋早收2個小時啦咁咯。除了球場，俱樂部裡還有一個博物館，裡面收藏了阿贾克斯100餘年來的傳統和輝煌成就。看着一個個講座，宋國良難免想起自己帶隊踢球的那段青蔥歲月。當時，他和隊友曾經遠赴比利時、德國、香港、中國、加拿大等多個地區參加友誼賽，還取得不錯的成績。有沒有哪一些比較難忘的經驗？有美國第一次舉行世界華人足球邀請賽，即係邀請全世界華人去足球代表隊去比賽。咁嗰陣時，我哋荷蘭就攞咗冠軍啦。哇！我現在看得出你有點感動啊。係啊，因為嗰幾年咧，同成班嗰啲荷蘭嘅朋友咧，一齊出國比賽就玩得特別開心咯。就係代表荷蘭，你贏到咁，對荷蘭嘅華人都有啲交代咯。那段日子是宋國良最熱血的時光，他也因此認識了很多志同道合的華人朋友。不過，隨着年紀漸長，他已經10幾年沒正式上場踢球了。倒是12歲的兒子繼承了他對足球的熱誠，已經加入球會接受訓練。
中餐馆是华人足球队的重要推手，而餐饮业也是华人在这里荷兰最重要的行业。宋国良的父母亲原本是在一家餐馆里头打工，后来自己开始做生意，现在餐馆交由宋国良来接手。可能因为生活忙碌的关系，宋国良很少有机会到安姆斯特丹这里来走走。这一天，为了尽地主之谊，宋国良特地陪我到老城区游船河。Looks like wonderful weather. Yeah, you're very lucky today. 安姆斯特丹运河的开发始于17世纪荷兰最富庶的时代。经过数百年不断的扩张，纵横交错的运河把阿姆斯特丹分割成多个以桥梁相连的岛屿，如诗如画的风景为它赢得了北方威尼斯的美誉。随着小船悠悠地在河上行走，时间仿佛回到了45年前。9岁的时候，当你的父母亲跟你說要搬來荷蘭了，你那個時候的反應是怎麼樣？當時第一個反應就覺得好開心啊，因為可以搭飛機啊，咁細個你就係見到架飛機喺上面飛，但係今次可以話真自己喺度坐喎，跟到啊，但係到臨出發嗰段時間就覺得有啲唔開心，就因為話始終係離開香港，離開我啲小學朋友，去到荷蘭又唔知點樣咯。你第一天抵達荷蘭的時候，當時的印象是怎麼樣？當時開車翻屋企嗰段路嗰度，一眼望過全部都係平地，係好空曠，即係同香港就係根本唔同咯。香港你一坐車就全部都係高樓大廈，所以第一個嘅感覺咧係好空曠啊，好舒服啊，冇咁壓迫咁嘅一個國家咯。到了荷蘭後，宋國良和弟弟妹妹一起上這裡的小學。當時全校包括他們3兄妹在內，只有6名非白人學生，所以難免會受到排擠。印象中就係有試過一次，一個人踢咗我後邊一下，咁我望左邊咯，望左邊嗰時右邊嗰個又踢我一下，咁跟住就好激氣啦，咪就追出去打佢哋。嗰次開始就學校就冇人敢話蝦我哋，係啦。那段日子，宋國良很想念香港，特別是他的小學同學。但係嗰陣時都有同嗰啲小學朋友繼續聯絡，即係唔係好似而家咁嘅寫 email 啊嗰啲啊，就真係用紙筆寫就寄翻去咯，寄咗翻去就喺度等人回信啦。你還收着那些信嗎？有㗎。然而，宋國良之後的大半生幾乎都在荷蘭度過。不管是語言、飲食、文化，他都已經完全融入。香港對他來說，反而成為了既熟悉又陌生的故鄉。河道、鬱金香才是他的日常風景。你覺得華人在荷蘭的地位是怎麼樣的？我本人覺得荷蘭人對中國人係算係幾好㗎啦，因為喺佢心目中，中國人係好勤力去做工㗎，即係唔會話攞佢哋政府嗰啲救濟金咯。就是這個刻苦耐勞的特性，讓華人在荷蘭眾多的少數民族當中脫穎而出，得到了當地人的認可和接納，也為後人爭取到了安穩的生活。目前，宋國良持有雙重國籍，妻子是荷蘭土生土長的華人後裔，2個孩子也在荷蘭出生長大。每年暑假，一家人都會回香港度假。如果你內心有100分的話，有多少分是屬於荷蘭，多少分是屬於香港？呢個就應該係一半一半啦。好似你問我仔女嘅話，佢哋就肯定係會講90% 係荷蘭人，即係得10% 係中國人。即係好似我細個喺香港讀過書，到9歲到就過嚟荷蘭，所以始終有啲香港啊嗰啲保留落嚟咯。入冬的阿姆斯特丹寒意陣陣，走在人來人往的街頭，宋國良無需擔心溫飽，也不必再害怕被歧視。是他的父母以及上一代許許多多的先行者，用無數個日夜的拼搏，在陌生的文化中摸索，換來了他這一代人的安身立命。
在这低洼之地，总有华人远道而来。有人是自己的选择，更多的人却是命运的转折。我是郑凯文，我是新加坡人，我们在荷兰住了9年的时间了，我们是一家人。I'm Fong Xuân Ying. I was born in Indonesia. Now I live in the Netherlands for 58 years. My name is Fong Xuân Ming, and I'm the brother of Xuân Ying. 我叫龙怡，我是水英的弟媳妇。And my name is Melvin Fung, and I'm the nephew of Ying. My name is Henry Liu. I came from Suriname 40 years ago. 我的名字叫陈以常，我从苏里南移民到荷兰已經有40多年了。我係宋國良，香港人，移居荷蘭已經45年。他们一代又一代安居在美丽水乡，远离动荡和纷扰，享受慢活的小日子。